大家好，这个位置呢，原本是要做成小网室哈，不过为了完成菜花园的规划啦，打算将叶菜类的种植呢移到前院去哈，只保留住反季节种植区啦。后院将改成以种植长天期的作物为主哈，不然呢，日后很难形成菜花园了。毕竟呢，叶菜类的生长时间太短了，边种植又边采收哈，菜花园实在很难成型啊。这也是陆续将长天期可反复采收的作物哈进场的原因啊。在家庭种植上呢，时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种植空间不足啦，因而被限制了种植不同作物的可能啊。但是家庭种植呢，不种一些瓜果类啊，或是豆科植物哈，是非常可惜的啦。因此呢，本片打算将网室棚架化哈，直接将最常见也最容易搭设棚架呢，进行改造成多功能的棚架，来改善种植空间哈，与提高种植效率啦。不过呢，后来看起来哈，也增添了不少的休闲性与弹性啊。空心菜算是夏日哈非常常见的菜，种植或扦插都非常容易啦。依据非常喜欢水的特性哈，将它种在棚架内部比较低洼的位置哈。好处是，就算遇到连续多天的降雨呢，也不是问题啦。毕竟空心菜是可以使用水耕的作物哈。另外，这低洼的位置呢，也会比较容易保水外呢，也是日后拿来浇水的位置啦。而瓜果类或豆科植物呢，因为主根处不耐泡水哈，所以就可以种在较高的棚架旁哈，让它的细根往下钻来吸水啦。这样还可以增加细根与土壤接触的表面积哈，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呐，与溶掉的养分营养哈，这也算是在克服呢不额外施肥的发想啊。介绍完初步的想法呢，紧接着就实际来看操作的效果哈。由于这是直接进行移植啊，带有根系哈，所以叶片不需剪掉。若是扦插的话呢，建议可以把叶片修掉哈，会比较容易保湿啊。但是不管是种植或扦插哈，空心菜一开始给予多一点的水哈，就会很快进入加速生长的状态了。另外，这凹槽的深度呢，特别调到比槽外还低哈，这样也会有保水的效果啦。而为了日后方便浇水哈，棚架搭设时呢，槽内两侧其实都有预留一些空间啦。这后面的影片呢，从不同的拍摄角度看起来会更清楚啦。然而取水过程呢，觉得有点不顺手哈。目前正思考如何将灌溉河道的水呢，自动再引进来一点啦，也顺道成就蓄水的功能哈。毕竟流水当思无水之苦，还是必要的啦。3天后呢，来看一下想法与做法哈，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啦。有发现槽内真的出现了不少的养分吗？虽然梅雨季节来了哈，但较高的位置呢，刚好可以让蚯蚓躲藏啊，自行达到动态平衡的效果。既然与预期与目标落差不大哈，就继续把右侧这槽呢，再重新执行一遍了。但有个观察重点是一旁的朝天椒啦，因为感觉叶片数量还有点少哈，所以在2颗植株中间呢，加了85°C的咖啡渣啦，这是热情的学生提供的哈，在此特别感谢一下，毕竟还把咖啡渣呢包装得非常完美哈。而棚架搭设时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需要将两侧棚架高度呢，尽可能的调到相同的高度啦。而理想的高度呢，是伸手可及的高度哈，这样棚架的功能性呢，就还可以继续延伸啦。
现在要做的是将两组棚架串联起来。这种棚架搭设的方式呢，比单人搭设么字形棚架感觉容易多了啦。么字形棚架呢，一开始的横杆固定个人搭起来总觉得要花不少的功夫而这样组合的方式呢，算是轻松许多了。下方的支撑呢，为了方便作物攀爬反而是选择较细的竹管啦。因为不喜欢再额外拉绳或拉网所以竹管的距离呢，相对会比较近这算是方便让攀爬型作物直接进行攀爬种的时候呢，不一定每个竹管旁呢都一起种掉当发生育苗发芽率过高时呢，就可省掉无处可种又得额外搭棚的麻烦当然下方呢还可以多上根横杆这样可以让棚架更为稳固，也可以方便侧枝横向发展总之呢，端看个人考量或作物需求就好了。家庭种植呢，又不是职业种植太容易受资材或环境限制了啦，就别跟自己过不去了。眼前的这苦瓜苗呢，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吗？这是去年的苦瓜内保留下来的种子通常没有经过烘焙快速收集的种子呢，就不会有断种的问题啦。只要保留果肉内的种子呢，进行直接育苗还是很容易存活啦。但有时为了避免病害苦瓜很多的幼苗呢，会采用接枝的方式啦。这以前的影片已经有完整的种植与生长过程啦，只需要利用市场买回来的苦瓜一样还是可以种植的。由于苦瓜的种植空间不需要很大家庭种植一颗苦瓜呢，同时让它生长个20颗果实不是问题啦。目前只先种植2颗等1个月后呢，再进行追种这播种时呢，只需将种子简单压入土里注意保湿即可啦。移植前呢，一样先将土壤浇湿一点这样挖起后呢，就很容易带起很大的土壤团块后续种植时呢，就可以非常快速，而且存活率很高因为棚架下方的土壤呢，相对比较高所以只需采用平面种植即可啦。如果是种植在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呢，除了要注意排水之外建议是将附近的土壤垫高一点这样可以避免连续多日的降雨产生烂根的现象垫高种植的缺点呢，是在结果时比较需要时常浇水而已啦。但优点是，如果不好控制土壤湿度呢，进行略微垫高种植就算每天进行大量浇水也不是问题啦。毕竟呢，现在天气变化实在太快速了防止连日降雨呢，避免功亏一篑还是很重要的啦。平时菜量过剩是还好当遇到菜价高涨呢，甚至是缺菜的时候，您就会觉得您下的苦功很值得了。而将2颗苦瓜分别种在最远的对角线的位置除了避免日后呢茎条打结呢，也容易判断是哪一颗的果实这样才容易控制一颗果实的数量这应该是很容易想出的答案啦。但其他位置该如何规划呢？豆科植物很重要因为豆科植物的根系呢，有自行抓取空气中的氮气达到固氮的效果啦。因此呢，又先补上几颗四季豆的幼苗进行共生种植而空闲的位置呢，则补上不需攀爬的无蔓长江豆因为是改良的品种还是有可能会变成有蔓进行攀爬已经连续下了几天雨趁雨停的时候来查看一下呢，这朝天椒已经开始在结果外呢，
免浇水懒人种植法也再次成功哈。梅雨来之前呢，进行播种的无蔓长香豆已经发芽了。其实是在剪接影片的时候才看到啊。谢谢收看。